大家好，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到说，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10万块了，那你要怎么做投资呢？那接下来我们讲就是说，你好不容易工作了5年6年，那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你除了去支应你的生活所需之外，你也累积了一些钱。那这个钱呢，你不管是在主动收入也好，被动收入也好，或者是说你在投资所得也好，你在工作几年之后呢，你好不容易累积到了100万的闲钱。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所得曲线里面呢，我们把工作分成3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从开始工作到退休呢，大概是20年的时间。我们把这个20年呢分成3个阶段，也是7年、7年跟7年，前7年、中间的7年跟最后的7年。我们知道这个收入曲线呢，大概是呈这个样子啊。我们在第一个阶段前7年的时候呢，其实你要累积资本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刚出社会，你的所得不多，你的投资经验也不大，所以在前7年的时候呢，你可能你要累积到你的资本呢，其实是相当的困难的。那随着你的投资的增加，你的收入的增加，在中间的7年呢，你的所得随着你的职位的增加，你的收入的增加，你的投资的金额增加，所以在中间的7年呢，你的收入呢是会大幅的长进的。那但是到最后面的7年，就是你在退休前的7年呢，你可能你的职位已经到一个阶段了，你的薪水也很难再加上去了，所以最后的7年呢，它也是一个平稳的状态。那我们看，如果说你好不容易累积到了100万了，那你要怎么做投资呢？我们在做投资之前呢，你必须要把你的身心灵都已经在很稳定的状况之下呢来做投资。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将军去打仗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先把你的粮食准备好，你的家里面安顿好，你才有办法带着兵去打仗。在投资理财呢，其实就是一个将军带兵去打仗，它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你要做一个比较高危险的投资，你要做高杠杆投资之前呢，你必须要把你的所有的身心灵都安排妥当之后呢，你才能够做接下来的事情。那什么是身心灵呢？也就是说，你的心理状态是平稳的，你的衣食已经无虑了，也就是说，我把我的保险已经配置的差不多了，或者说你的并没有太大的这个房贷的压力。在这个阶段你都铺陈好之后呢，你就可以接下来做你的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投资理财。我们讲投资理财跟这个交易有什么不一样呢？投资理财呢，是说你把你的资产配置在收益比较高的地方，而交易呢，是说我在这个资本市场不管是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我去比较短期的进出，去赚这个资本利得，我们就把它做成交易。所以我们把交易跟投资理财呢，把它分成不同的位阶上面。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已经累积到100万了，你把部分钱呢放在一个比较稳定而且高收益的地方，但是你部分的钱呢，你可能必须要拿来做价差。在讲到这个资产配置之前呢，我们先提个观念，就是说年轻人跟中年人他的理财观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现在年轻，所以呢，我就必须要用高杠杆的方法呢来做这个操作。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年轻人，但是呢，你好不容易累积了100万，可是因为你高杠杆操作呢，让你的这个100万呢，可能一下子就蒸发掉了。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所以我们讲说，年轻人激进，并不是说他可以用一个比较高杠杆的操作来操作的金融商品，而是说他可以接受失败，可是呢，他也不能接受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你的投资理财规划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把你的资金规划好。在讲到这个投资理财规划之前呢，我们先讲2个东西。第一个是说，我们看定时定额到底好不好？第二个呢，就是说复利的这个观念呢，对你来说是不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首先看一下这张图。其实我们讲这个定时定额呢，它跟这个移动平均线的概念呢是一样的。这条绿色这条线呢是52周线，那这个是周线图，也就是说这条
绿色这条线呢是我们的年线啊，就是52周线。在以股市来看呢，是说在这一年当中，所有买股票的平均成本啊。那对你定时定额来说呢，也就是说你从现在往前推一年啊，就2018年11月22号开始买股票呢，买到现在定时定额扣款呢，扣到现在你的平均成本呢是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说你是现在往前推2年，你是2年前开始定时定额去扣款呢，到现在这个时点呢，你的定时定额的成本呢，就是你所买的股票的成本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看你这个看起来呢，目前你不管是2年扣款，已经扣了2年了，或者是已经扣了1年了，你的定时定额的平均成本呢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以目前的这个股票来看呢，其实对你来说呢，你的库存呢是大赚钱的，11600点，那你成本呢是在10500点，所以看起来呢，你定时定额扣，不管是扣了1年了，扣了2年了，你的这个整个的成本呢是赚钱的。那但是呢，这是因为我们目前是在一个多头市场，所以不管你是哪个时点去买，然后这个时点买，这个时点买，其实对你来说呢，你都是赚钱的。所以如果说你不是定时定额，你是随机买，在这从2016年开始，你只要是买股票的，大概在这个时候呢，你都已经赚钱了，你都赚钱了。可是定时定额跟买股票呢，它是不一样的。定时定额就是一个平均成本的观念就是说，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就是平均1年以来呢，你成本在这个地方。那因为这是一个多头市场，所以呢，你看起来你的多头市场，所以它股票是持续的往上走，所以呢，你的定时定额呢，你会赚了这一大块，你赚一大块。可是如果说是一个空头市场，那我们把这个图形呢，我们把它反过来看，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股价指数如果是这样子走的话，那如果说你是定时定额扣款，在这个地方，你的平均成本1年扣了1年的，你的平均成本在这个地方；那扣了2年的，你的平均成本在这个地方。那目前股价指数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其实你在定时定额扣款呢，你就赔了很大的一段这个距离所以我们讲说定时定额呢，你在多头市场是没有问题，或者说盘整的时候，在这个盘整的时候呢，你用定时定额呢，它就会是一个平均成本的一个概念那你的成本呢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平均在这个地方。但如果说是下跌的状况，它是一个空头市场的状况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停止你的这个定时定额扣款比如说你如果说定额扣款，从这边扣到这边，你发现说其实这个股票呢，它已经呈现一个下跌的趋势了比如说它已经跌破了这条线它已经跌破了这一条线。那你觉得它呢？这个3个头，你觉得它是一个已经步入空头市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把它停止扣款，才能够保住你之前的这个获利跟成本所以这个定时定额的扣款呢，这一点是必须要很了解，就是空头市场呢，你千万不要去定时定额，就空头市场定时定额就越跌越买，也就是说你在找这个股票的低点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定时定额在多头市场没有问题，但是在多头市场或者在盘整的时候呢，是问题不大。但如果说这个市场走空的话，你用定时定额呢，你怎么买就会怎么赔刚刚我们讲的是一个定时定额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知道定时定额的方法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复利。很多人说复利加上时间呢，就是它的威力会比原子弹还要大。也就是说，什么是复利，什么是单利呢？复利的意思是说，你把今年产生的这个利息呢，再投入本金里面呢，再继续做投资。那这个复利呢，其实在我们的财务学里面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年金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今天每年投入10万，每年投入10万，你到20年之后呢，我的本利和是多少就是这个就是年金终值的一个观念那我们看复利。很多的基金公司、投信公司或是老师告诉你说，这个复利呢需要很长的时间，你需要持续的定时定额去扣这个款，这个复利的威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复利的这个条件呢有几个，第一个是你的利率是多少，就是说我的复利，我们知道复利的公式呢就本金乘上1加上利息的n 次方利息 n 次方，那就是这个是复利的公式。那我们看它的关键因素有几个，有3个。第一个是你的本金，
本金大不大？如果你本金大的话，你复利出来结果呢，当然是大。第二个是期数，如果说你的复利的期数大的话呢，你算出来的这个本利和也大。再是你的这个利率大不大？如果你的利率高的话，当然你这个复利算出来的这个本利和呢也大。所以在复利的公式里面呢，这3个条件呢缺一不可。如果说你利率很低，你的期数很少，你的本金很少，你所算出来的复利呢，它的结果呢也是很少的。所以很多的人告诉你说，你很年轻就要投资是没有错。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公式呢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你的利率是不是固定的，你的复利的利率是不是固定的。如果说你的利率是不固定的话，那这个你的投资组合呢？就会因为这个利率的高低起伏不一定呢，而造成你的复利的本利和会减少，或者说你的本金是不固定的，比如说你每年投入的本金是不一样的，或是说你会侵蚀到本金，那这个复利出来结果呢也是不好的。我们举例来说哈，比如说你投资这个高殖利率股，虽然说你每年去买一张高殖利率股，每年买一张高殖利率股，当它付息的时候，它的股利你收到的时候呢，你再持续去买个高殖利率股，那这个观念呢，也就是复利的观念，就是说你把利息领到股利之后呢，你再把它放到本金里面，也就是说我再去买一张股票，随着时间的经过呢，你的复利的结果会非常高。那这个先决条件是说，第一个股价它是不会动的，第二个它每年的配息是固定的，那期数越长，你当然所产生的复利效果是越高的。可是如果说它的股价是变动的，它的股利也是变动的，所以你所形成这个投资组合呢，它最后出来这个本利和呢，就不见得是如同你想象的这么高的一个金额。所以我们知道复利是很强大的，这个复利呢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操作。如果这个时间长，它的本金是大的、固定的，它的利率、它的息是固定的，它的期数越长，当然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复利效果就是越大。所以这3个条件呢缺一不可。所以如果说你买基金，你买高殖利率股，用这种复利的观念呢，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这个股价的变动是多少，我们知道它配息率是多少，所以这个复利效果是不一定的。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复利是很强大的，它的先决条件说它的配息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买一个所谓的固定收益的商品，也就是它每年是固定的，而且呢你的本金是不太会被侵蚀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才可以说这个复利是很强大的。要从很年轻的时候呢开始去投资。那投资不是叫你很年轻的时候呢去投资这个基金或是股票，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未来的这个我们讲年金中值呢，它不见得是如同我们在教科书里面讲的这么的巨大啊，所以这个投资标的呢，大家就必须要特别的留意。所以我们有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要怎么去配置我们这个100万的投资组合呢？我这边提供几个方法哈。第一个方法是说，你先把100万呢去投入一个固定收益的一个资产哦。假如说我把它投资一个公司债，这个公司债的收益率是5%，所以呢，你把100万投资进去，你每年呢你就预期到说，我今年到期末的时候呢，我的收益呢就是5万块。那你可以把这5万块呢来做一个高杠杆的投资哦。那什么是高杠杆的投资呢？就是说我把95万我先放在买这个公司债，那我预期到年底的时候呢，我将近会有100万的这个收入，就是本利和将近有100万的收入。所以呢，你100万中间的5万呢，拿来做高杠杆的投资。那高杠杆投资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呢的认购权证、认售权证，这个就属于高杠杆投资，或者是期货，或者是指数选择权，这也是高杠杆投资。那什么是认购权证？什么是认售权证呢？其实认购权证跟认售权证呢，其实它就是选择权的一种，也就是股票选择权。认购权证呢，就是我们在选择权里面的 call option。那认售权证呢，也就是我们的选择权里面的 put option。那什么是 call option 呢？ call option 是说我在未来的一段期间里面呢，你有权利用某一个价格去买这个商品或这个股票，叫 call option。那什么叫 put option 呢？是说你在未来的一段期间里面呢，你有权利用这个价格去卖这个股票，所以叫 put option。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把这个未来知道说我有这么多的利息
把这个利息呢拿出来做高杠杆投资呢？虽然说这个高杠杆投资呢，你可能会归零，可是至少你的本金呢是已经保住了啊。当我们讲这个选择权呢，我们是讲买一个认授权证，或是买一个认购权证，千万不要去 sell 一个，去卖一个选择权。比如说我们在指数市场里面，你去卖一个 call option 或者卖一个 put option， 那这个部分呢可能会侵蚀到你的本金，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大家需要去考虑一下，就是我只有100万的本金，那我好不容易把这个5万块的利息拿出来做投资，这个高杠杆投资之后呢，你就不要再侵蚀到你这个95万的这个本金。那另外一种方法呢是说，我把我100万切成7成跟3成，7成我去做一个属于固定配息的一个商品，比如说公司债或者是特别股，那把3成呢去买所谓的高殖利率股，或是买这个选择权，或者是讲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可转债，这也是一种方法。所以我们很多种方法呢，但是一个先决条件是说，你必须要把你的本呢先保住。所以如果你好不容易累积到100万，然后你又把这个100万给它吐回去，那依据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你的成长曲线，你的收入成长曲线呢，你在这个7年当中累积到这100万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当你随着你的年龄步入中年之后呢，你再要去重新累积这个100万呢，其实对你的压力或者各方面呢，其实你不太容易去累积到这个钱的。所以我们讲激进，你要很积极的投资，并不是很激进的投资，并不是说叫你要高杠杆投资。所以你好不容易累积掉这些钱，你必须要保住你的本。你有本的话，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一些投资。什么状况你可以很大胆的投资？其实呢，很大胆的投资是说，我已经很多钱了，我当然就可以很大胆投资。可是如果说我没有钱，那我怎么大胆投资呢？我好不容易累积了一点点钱，你去大胆投资之后，你要赔回去的。那有人说没有错，我必须要很大胆投资，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很大胆投资呢，才能够高杠杆，才能够一夜致富。我想这个观念呢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在投资理财，我们要致富，它绝对不是一触可及的，它不是1天2天能赚到钱的。这个我们的财富的累积是经年累月，而且是要有计划，要有形成目标的，而不是说我今天想说孤注一掷，把这个100万丢在期货市场，丢在选择权市场，1天2天我就把它翻倍出来。我想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你好不容易累积了这么多钱，你好一个不小心就把这钱给吐回去，我想你又要必须累积3年5年呢，再把这个100万赚回来，我想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再来，我们提到很多人讲这个被动收入，被动收入有这么简单吗？被动收入有这么简单吗？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一个资本，你要去寻求你的被动收入，有这么容易吗？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不想上班，他就说我去寻求我的被动收入，我去卖电子书，我去做这个网络上很多人讲这个被动收入，我真的有办法靠这个被动收入来赚钱吗？我想这是很难的。那被动收入的意思是说，我今天把这个建制好之后呢，我不用工作，我不用上班，这个钱就会自动进来啊。比如说你想买一栋房子，这个房租进来，我买一个特别股，这个每年利息进来，我买高殖利率股，每年这个股票这个股息呢进来，我就可以吃1年2年都没有问题。可是先决条件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资本，你的资本呢足够支应你这个被动的这个收入进来。其实被动收入呢，它是在你未来财务规划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规划你的一些除了主动收入之外的被动收入。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是说，这个被动收入呢，它并不是这么简单可以建制的，你还是必须要花很多的心力、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而且被动收入呢，它不太那么容易成功，让你达到这个 FIRE 这个水准哈，这个你的以后退休的这个生活。所以呢，我们在做投资理财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资金、我们的主动收入、我们的被动收入，我们把不同的这个商品呢，了解它的商品属性，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财务规划、在退休规划上面呢，你才可以一帆风顺。谢谢大家欣赏，谢谢。